猴子咬伤案例。在2022年8月31日，我和朋友相约去这个布农昂西在圣米兰走的一个山，这样在我们开始爬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 checkpoint， 第一个 checkpoint， 这样我们一般都会停下来休息。到那个 checkpoint 的时候，已经有其他的登山友，这样他们是提醒我们附近会有猴子，你们要小心。这样我们也不以为然，因为这座山我都来过好几次都没有遇过，这样我们就一般都是就拿出食物出来给吃下，然后在这个时候有一只猴子就忽然跑过来，很快，我也来不及收起了食物，它就来咬到我的手，当时哇非常的痛。那我就快点跑在一边，让其他的朋友就咬那些登山棍就去驱赶他们。当时我的手就流很多血，那个血一直的流。这我的第一个想法呢，就是要用热源来止血和处理。那我就拿出我的姜糖来清洗。而我的登山队友呢，他们的背包都有一些姜粉姜膏暖暖包之类的，而他们也帮手我处理。他们用那个姜粉就喷在我的伤口，和用一些姜膏再涂抹。过后呢，我的血也止了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登山行程，直到攻到顶，然后也顺利下到山来。我们大概用了6个小时左右吧。在回家的途中呢，我就发现我的手开始刺痛。有开始红肿，回到家之后呢，那个刺痛感越来越激烈，而我的伤口也开始有组织液，我就要做了，就快点赶紧用姜糖来清洗。过后呢，我就用那个吹风机就在我的伤口作为吹干，然后也同时在温敷。过后我就涂姜膏，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。就用暖暖包隔着一层纱布，就进行一整晚的温敷。一般的处理呢，他们都是会跑去西医，就是打针吃药来止痛因为怕这个细菌感染破伤风之类的。而我选择用原始点的这个方法，就是我深信我们的身体有这个治愈力，有修复力。只要我们给身体足够的外面热源呢，它就会进行修复。其实呢，到了第4天，我的手是更加肿，而我深信我们的身体有这个治愈力、有修复力，而这个肿呢，只是一个修复的必然过程。所以我就继续的运动喝姜汤保持良好的心情。其实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面对一些考验。我的手的痛是非常刺痛的那种，使我彻夜难眠。而在这种痛之下我没有打针吃药来止痛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加上家人和朋友的一些压力，例如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还不去看医生还不去赶快去打针？难道你不怕你的伤口会恶化到一个程度要被锯掉吗？再加上其实刚开始都说了，我的手是不能弯曲，也不能使力，它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作息。但是我还是坚持用原始的方法来处理。到了第9天呢，我的手的肿和痛呢，其实已经消失，但是还是组织液还是一直在流，而这组织液是非常的臭，让我还是继续的用原始的方法来处理。到了大概2个月左右。我组织液就完全没有再流，而我的手也完全的痊愈了。这次的经历呢，使我更加的深信，无论遇到什么状况，身体出现任何的症状，我们都要深信，能够解决疾病的就是人体的治愈力与修复力。通过原始点的医疗保健方法，例如按推热源及其他的保健方法，还有运动、休息及良好心态，以提升人体的记忆力、免疫力，这样才能改善我们的体伤有的人不足，从而达到保命与疗愈疾病的目的。
在2022年8月31日，我在这里给猴子咬伤。今天2023年7月8日，我就地重游。人不怕跌倒受伤，最重要的是跌倒受伤过后能够重新站起来，面对困难，勇往直前，再创高峰。看我的手，那个伤痕受伤的地方已经看不见了。